我又冷又饿，妈妈说肚子饿就给你打电话，你什么时候来给我送饭呀？你是谁？我叫沈圆圆，是你的女儿。你妈妈叫什么？我妈妈叫顾秀禾。顾秀禾，我失踪3年的前女友，一出现就是要钱，真是一点没变，还是那么贪慕虚荣。让你妈妈接电话。妈妈不能接电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睡着了，还没醒。那就免谈。燕青，家宴要开始了，老爷子请你过去。好。妈妈说，如果爸爸不来，就让我去这里找他。可是外面好黑啊。有了，我和妈妈一起去就不怕了。施主，前面有个小孩拦路。电话里要不到钱，居然直接找到家门口来了。你妈不会让你一个人来的。不是，我是和妈妈一起来的。自己躲在暗处不出来，让一个孩子堵在路中间，还穿这么少。顾秀禾，你比我想象的更狠。想要钱，让你妈自己出来。妈妈不能出来。那别想从我这儿得到1分钱。上车。爸爸是在跟我说话吗？不是饿了吗？先回家。舒宁也大了，这几年一直跟着厂里工会跑。我看这次方案就把舒宁加进去吧。是啊，舒宁毕竟姓沈，总不能一直让外人笑话沈家下一代没人撑场面。爷爷，舒宁会努力的。燕青，你从哪儿捡了个孩子回来？沈家什么时候改收容站了？大半夜的带这么个孩子回家，孩子他妈呢？他妈有事，先在我这儿暂住几天。他父母是谁？我沈家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待的。我是爸爸妈妈的孩子，我爸爸是沈燕青，妈妈是顾秀禾，我不是阿猫阿狗。顾秀禾，你那贪慕虚荣的前女友，她说这是你孩子，你就相信了？指定是顾秀禾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，过来讹我们沈家。我就是爸爸的孩子，我不是骗子，不信你看。你看，这是妈妈留给我的，上面写了你的名字。还真有出生证明。谁知道这是不是伪造的？他当年那么看不上燕青，怎么会生下他的孩子？没错，顾秀禾当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攀上了有钱人家的少爷，瞧不上燕青这个穷学生，话说的又狠又绝。现在弄张纸就说孩子是燕青的，我可不信。燕青，顾秀禾就是个坏女人，你别再上她的当了。我妈妈不是坏女人，不许你们说我妈妈。你妈在哪儿？妈妈在包袱里。
爸，这孩子跟他妈一样，满口谎言，是个小骗子。我不是骗子。赵妈，先去给孩子弄点吃的。哎，我这就去。我可以留下来吃饭吗？当然可以。孩子，别站着，坐到沙发上暖和暖和。哼，这孩子也不知道大人怎么教的。够了。沙发不用你擦。可妈妈说，弄脏别人家东西是要赔的。这里是沈家。那我明天还要走吗？拿干毛巾和干净睡衣来。老爷子，家里没有小娃娃的睡衣。没关系。我穿自己衣服睡就行。拿一套我的睡衣来。燕青，你的睡衣尺码太大，我这就去。好软。圆圆，会是我的孩子吗？燕青，就凭一张出生证明可不够，别忘了当年他是怎么对你的。以为你没钱，所以直接把你甩了。小点声，圆圆睡着了。你不会真相信顾秀瑜那个坏女人的话了吧？我妈妈不是坏女人，妈妈很辛苦的照顾我，都生病了。她生病了？你不是说她睡着了吗？是呀，妈妈说她生病了，要睡很长时间，让我肚子饿了就找你。圆圆，妈妈好困，要去一个很美的地方睡觉。我不在的日子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要是肚子饿了，就去沈家找沈燕青，他是你爸爸。顾秀禾，你就是这么照顾孩子的吗？一点责任心都没有。马上让人安排亲子鉴定。我联系医院，让值班医生现在过来一趟，顺便带采血设备。采血要打针，打针好疼。圆圆乖，抽血才能检查圆圆有没有生病。圆圆是最勇敢的小孩，对不对？是，圆圆是最勇敢的小孩。那勇敢的小孩会有奖励吗？有，采完血给你买糖吃。什么糖？你想吃什么糖？奶糖，2颗就行，可贵了。来，把袖子卷起来。不哭不哭，圆圆是勇敢的小孩。好了。爸爸也要抽吗？给爸爸吹吹，吹吹就不疼了。圆圆，该睡了。赵妈，明天我还在这里吗？
在。爸爸，我们拉钩。拉什么钩？你说过的话要算数，拉钩了就不能反悔了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，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会不会来逢我梦里欢愉之死？睡到中间去。我怕弄皱了，妈妈说别人家的东西不能乱动。沈家不是别人家。这里面装了什么？装着妈妈啊。圆圆，不要撒谎，我不喜欢撒谎的小孩。我没有撒谎。你要是再撒谎，就不能待在沈家喽。爸爸，你要赶我走了吗？这要看你的表现。你在找什么？找妈妈。妈妈说，要是爸爸赶我走，就给你看他，看了你就不赶我走了。顾秀禾，你就这么确定我会因你心软吗？哥，厂里临时有事找你。你先睡吧。那你还会回来吗？会。那你说话要算数，我们拉过钩的。算数。妈妈，爸爸今天没有赶我走，他说的说话算数。晚安，妈妈。圆圆，饿了吧？先吃个烤红薯垫垫肚子。谢谢阿姨。圆圆怎么不吃啊？我想等爸爸一起吃。老爷子和燕青他们在书房里谈事情，还不知道要谈到什么时候呢。你先吃，回头赵妈再给你爸爸拿一个。这一半留给爸爸。亲子鉴定结果排除亲生父女关系。我就说吧，顾秀禾那种女人，谁知道这孩子是她跟哪个男人生的？燕青，我和你婶婶早就跟你说了，你不信。现在白纸黑字的鉴定报告摆在面前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差点就让一个野孩子进了沈家的门。还好做了鉴定，不然沈家几辈子的脸面都让顾秀禾给丢尽了。这孩子一看就不像燕青，也不知道当初是谁把他领回来的。说完了没有？燕青，鉴定报告都出来了，你还不死血？说完了就听听这个。这份是圆圆在公社卫生院的病历档案，同一本病历，前面写的血型是 O 型，结果现在体检记录写的是 A 型。有人先改了圆圆的病历，把血型改成 A 型，让她的血型和我的对不上，然后再拿这份被改过的病历去做亲子鉴定，得出的结果当然是排除亲生关系。重做，请省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过来，已经安排好了，很快就能出结果。
你在干什么？我没有偷吃，这是赵阿姨给我的，我不是要藏起来。那你为什么不吃？肚子不饿吗？我想留给你吃。妈妈说，好吃的要跟别人分享。爸爸刚才在书房说了好多话，肯定很饿了。你吃吧，我不饿。哥，还有件事儿，今天下午是老爷子的寿宴，老爷子的意思是让圆圆也参加。鉴定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，现在让他去寿宴不合适。老爷子的意思是，孩子先留下，至于谁动过档案，一起查。寿宴有吃的吗？有。那我要去。你不用为了饭去做什么事，我不会让你饿肚子。可是饭很重要呀，妈妈说了，人一定要吃饭，不然什么都做不了。沈燕青，你又没吃午饭，不吃饭会没力气的，人不吃饭什么都做不了。赵妈，去给他买几身换洗的衣服回来，还有合脚的棉鞋、牙刷、餐具，他需要的东西都买上。哎，好的。哥，要不要再给他开个银行户头，以后每月定期往里存抚养费？我开玩笑的。银行户头是什么？就是可以买很多小白兔奶糖的东西。那可以给小布老虎买新衣服吗？他还要穿衣服。以前有的，妈妈给他缝过一件小马甲，后来穿旧了，妈妈没有布了，他就没有了。以后他想要多少件都可以。谢谢爸爸。圆圆，给你买了新发夹，你看喜不喜欢？好漂亮。爸爸，我不会夹。好了。爸爸，我这样好看吗？好看。小老虎也要变漂亮。谢谢爸爸。圆圆，你今天真好看。谢谢姐姐，姐姐你也好看。你以前没来过这么多人的地方吧？没有哎。圆圆，你第一次来，有些话婶婶要先跟你说。客厅里的花瓶和茶具都很贵重，你千万别乱碰。还有，大人说话的时候，小孩子不要插嘴，不然别人会说你不懂规矩。我不碰，也不插嘴。那就好，去那边玩吧。小老虎，我们不乱碰，也不乱说话。老沈，听说亲子鉴定还没做完呢，老爷子就让这孩子参加寿宴了。可不是嘛，他是顾秀和的孩子。顾秀和你们知道吧？当年嫌我们燕青穷，转头就说攀上了有钱人家的少爷，走的那叫一个干脆。那这孩子怎么又找上门来了？谁知道呢？人不见了，弄个孩子来认亲，写张纸就说孩子是燕青的。这不是圆圆吗？你怎么一个人乱跑？我想去找爸爸。你爸爸在忙，今天是老爷子大寿，你要懂事，别到处乱跑，给他添麻烦。可是妈妈说，人多的时候要跟紧大人，不然会走丢的。你妈妈教你的东西还真不少。当年老爷子真年轻啊，这身工装可真精神。这不是老纺织厂大门吗？我当年还去过一回呢。工作人员呢？快把这东西关了！顾秀和不是当年和燕青谈对象的那个吗？不是说他嫌贫爱富，攀上高枝，把燕青甩了吗？怎么是收了沈家的钱？那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燕青的？姐姐，
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上面写顾秀和拿了沈家的钱，5000块呢。我妈妈没有拿钱，可是上面写着呢，这就是证据呀。爸，今天本来是大喜的日子，不该说这些。但既然这份汇款记录都被人放出来了，有些话不如说开了。雅琴，当年顾秀和以为燕青是个穷学生，二话不说就分了手。后来听说燕青是沈家的独子，转头就上门要钱，钱拿了，人走了，6年不见踪影。现在弄个孩子上门，拿张纸就说孩子是燕青的，谁知道这孩子是他跟谁生的？爸爸，宋阿姨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够了吗？孩子还站在这里，你说话注意分寸。燕青，我是为你好，你当年被他骗的还不够惨吗？当年的事我自己会查清楚，轮不到你来说。可是妈妈没有拿过任何人的钱。妈妈每天公交车都舍不得坐，妈妈没有拿过别人的钱，妈妈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攒的，你们不许笑我妈妈！小老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动！圆圆，把你手里那个东西给我看看，给他吧，没关系。圆圆，这个东西是谁给你的？是妈妈缝在小老虎肚子里的。妈妈说小老虎不能丢，要一直抱着。一封信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顾秀和连件像样的东西都留不下，给孩子塞个破信封当宝贝。圆圆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妈妈，6年前我没有拿过沈家1分钱，不过沈家有人说妈妈收了钱，你就把兔子交给沈怀瑾，记住，不能给别人，只给沈怀瑾。关门！今天这屋里的人谁也不许走。爸，这不合适吧？今天来的都是沈家多年的老交情，您把门关了，这像什么话？既然都是老交情，就更该清楚。今天这件事儿，谁也别想蒙混过去。叔叔，你要把妈妈的信丢掉吗？不是丢掉，是保护起来。那我以后还能看到妈妈写的字吗？可以，但信纸太旧了，要慢慢的一页一页的看。那你轻一点，不要把妈妈的字弄碎了。这封信原件先封存，送去省里做笔迹鉴定之前，谁也不许碰。如果有人想在上面做手脚，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。一封信而已，谁知道是不是顾秀和自己写的？就算笔迹鉴定出来是真的，也不能证明信里说的就是真的。他一面之词，凭什么要沈家相信？所以我才要查看看当年的事儿谁动了手脚。怀瑾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今天说的话可要想清楚后果。二叔放心，我从来不乱讲话，我只看事实。所以我才要查看看当年的事谁动了手脚。怀瑾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今天说的话可要想清楚后果。二叔放心，我从来不乱讲话，我只看事实。今天寿宴上设备是谁布置的，谁操作的，一个都不许漏。在场所有人的姓名和身份信息全部登记一遍。怀谦，你这是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？登记身份信息是在审犯人吗？爸爸，登记是什么？会被拿走东西吗？不是说你。针线盒。哎，好的。少爷，针线盒。爸爸，你要给小老虎做手术吗？哥，
我建议你别亲自动手，你那双手批文件还行，拿针线怕是要给小老虎再捅个洞出来。不行，那不缝了。小老虎很勇敢，小老虎不疼的。谢谢爸爸，小老虎不冷了。把这个送到省鉴定中心去，信纸和信封上的笔记都要做鉴定，确认是不是顾秀和亲笔所写。原始信纸不许离开密封袋，全程拍照留档。是，我这就去。等一下，我是说，这东西毕竟是给孩子的，送走之前总该让我们确认一下信里到底写了什么。万一有人掉了包，或者里面根本就是一封空信，沈家岂不是白折腾一场？你急什么？信刚拿出来，鉴定还没开始做，你倒先担心起里面是空的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只是觉得，既然是沈家的事，应该在沈家人都在场的时候一起看。现在送走，谁说的准中间会不会出什么岔子？从现在开始，这封信的保管和鉴定都由我负责。封条完好，送到鉴定中心之前谁也不许拆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安排律师全程跟进。妈妈，我害怕。没事，宁宁不怕，妈妈在。圆圆，到爷爷这里来。爷爷，你是不是累了？没有，怎么了？你眉头皱起来了。妈妈说，人皱眉头的时候不是累了，就是不舒服。你妈妈教你倒是教的细。妈妈生病的时候也老是皱眉头，后来李奶奶教我煮姜汤，说喝了热姜汤，眉头就能松开了。可以请你煮一碗姜汤给爷爷吗？多放点红糖，爷爷喝了眉头就能松开了。是你想喝还是给我煮？给爷爷煮，我没有皱眉头。赵妈，去煮2碗，给他的那碗多放点红糖。1碗就够了，爷爷喝不完可以给我喝。妈妈说了，东西够用就行，不要浪费。好，不浪费。圆圆，记住，只能给沈怀瑾。顾秀和为什么只找你？我刚才让人查了顾秀和这几年的通讯记录，他离开你之后，没有跟沈家任何人联系过，除了一个公用电话亭，就在信封上那个邮戳日期前1个星期。他打过电话给沈家，那个号码是老宅客厅的总机，接电话的人不是我。一个公用电话能说明什么？总机一天接几10个电话，谁记得住几年前接过谁的电话？公用电话的位置就在红星公社卫生间门口。顾秀和从卫生间门口打了个电话到老宅，他一定是听到了什么，或者没听到什么，所以才把要说的话写成了绝笔信。他不是没有联系过沈家，而是有人替我们接了那个电话。3月12号，汇款记录上的日期是3月14号，电话在前，汇款在后，时间线对上了。顾秀和先打电话找过你，没找到。2天后，有人用他的名字伪造了收款凭证。电话是谁接的？刘姐，但他记不清了。记不清，还是不敢记？这本记录的签名笔记不一样，前面几页横平竖直，写到后面越来越草。刘姐走了之后，接替的人是赵妈。这天的签名很草。刘姐接这个电话的时候很匆忙，或者接了之后不太在意，随便签了个字就挂了。一个不太在意的电话，他为什么还记得对方声音不太对？因为挂了电话之后他可能后悔了，但他没有补救，他把这件事忘了。接下来查什么你清楚？查签名，拿刘姐其他文件上的签名和这本记录上的签名做比对，确认接电话的人到底是不是她本人。如果接电话的人不是刘姐，签名是别人代签的，那代签的人是谁？还有件事，你说帮我在红星公社那边打听一个人，顾秀和生圆圆以后谁帮他照顾过孩子？街坊邻居总有人知道。
你是想查圆圆出生之后的事儿，查她是怎么把圆圆养到3岁的。一个人在筒子楼里，没有男人帮衬，没有娘家人出头，拖着病，口袋里只有几毛钱。我想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圆圆画的是谁呀？圆圆画的是谁呀？是妈妈。这张画的是妈妈和我，这张画的是妈妈和爸爸，这张画的是妈妈、爸爸、我还有小老虎。画得真好，妈妈看了肯定高兴。赵阿姨，你说妈妈在天上能看见我吗？能看见，你妈妈肯定天天在天上看着你呢。看见爸爸给我加发夹了吗？看见了。看见小布老虎穿新衣服了吗？也看见了。那我要画一个最好看的妈妈，让妈妈在天上也能看到。爸爸，你看，这是妈妈。画得很好。比上次好还是比上次差？比上次好。这张送给爸爸，爸爸可以放在书房里。好，放在书桌上。刘姐的签名样本拿到了，是她退休前在厂里签的最后一份工资单。两边的签名差别很明显，不是同一个人写的。接电话的人不是刘姐，签名是别人代签的。那天晚上在老宅总机旁边的人不是刘姐，有人接了这个电话，然后代签了刘姐的名字。这个人能在总机房自由进出，还能替刘姐值班，说明他在老宅的职务不低。而且这个人在总机旁边待的时间不短，我查了前后几天的签名，有好几天的笔记都不是刘姐本人的，也就是说那几天总机旁边坐的一直是同一个人。刘姐请假的这几天，有人长期替她值了班。当年老宅里能进总机房的人，除了赵妈和刘姐，还有谁？管后勤采买的老周，我查了他的档案，他在老宅待了12年，对总机房的情况很熟悉。明天去厂里找他，你跟我一起去。今天晚上家宴之前，必须把他找到。还有一件事，我顺便查了一下老周和沈仲良的关系。老周的儿子在沈仲良手下做过几年采购工，后来被调到仓库。老周对沈仲良一直很客气，逢年过节都送礼。如果沈仲良让他帮忙做点什么事，他大概不会拒绝。那就更有理由去一趟了。带上笔迹鉴定报告的原件，让他当面看看自己6年前签的那个名字。圆圆在缝什么？给小布老虎做新衣服。姐姐给了我一条旧裙子，上面的碎花和妈妈缝的那件小马甲一模一样。我想给小布老虎再做一件，和妈妈做的那件配成一对，一件是妈妈缝的，一件是我缝的，这样小布老虎就有2件马甲了，换着穿。这花色确实好看，不过缝的时候要把布绷紧，不然针脚会歪。你看这一针，线拉得太松了，布就皱了。把布绷在绣花绷子上，缝起来就顺手了。我没有绣花绷子，用2个手指头绷也行。这样，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把布撑开，右手拿针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针从下面穿上来的时候慢一点，别扎到手。妈妈以前给小布老虎缝第1件马甲的时候肯定也歪过，后来她缝的多了，针脚就密得跟芝麻粒一样。我也缝很多很多次，以后就会缝好了。那你慢慢缝，缝好了赵妈帮你熨平，熨平了针脚就看不出歪了。谢谢赵阿姨，不用熨平，歪的那几针留着，让小布老虎看看我第1次缝的马甲是什么样子。等以后我缝的好了，他就能看到我进步了。沈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大冷天的，也不提前打个电话。想问你一件事，6年前3月中旬，老宅总机排的刘姐请过几天假，你是不是替她值过总机的班？记不太清了，都6年前的事了。我是替过刘姐的班，但具体哪几天我哪记得住。总建凡那地方平时也没什么人去，就接电话，不是什么要紧的活儿。签名是刘姐，但字不是刘姐写的，笔迹鉴定已经在做了。那天晚上11点46分，总机接了一个从红星公社打来的电话，打电话的人叫顾秀和，这个电话没有被转接给任何人，通话记录上也没有留备注。有人接了这个电话，然后挂了。太久了，真的记不清。总机一天接几10个电话，
半夜3更打来的也不少，我怎么可能每个都记得？记不清，那就回老宅。老爷子也想知道，那天晚上是谁坐在总机旁边接了那通电话。他在老宅等你。那就去吧，我也想弄清楚6年前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爸爸，你看，小布老虎有新衣服了。你自己缝的？赵阿姨教我绷紧布，我自己缝的。前面几针缝的不好，后面的好一点了。那根线头是最后一针，还没来得及剪。缝到最后手有点酸，线拉不动了，就留了一截在外面。缝得很好，第一次能缝成这样，很不错。真的吗？你刚才笑了一下。没有笑。笑了。你的嘴角动了一下，我看见了。你抿嘴的时候嘴角往上翘了。妈妈说我观察力很强，谁笑了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以后小布老虎的衣服都让你缝，等过年的时候给他缝件新棉袄。那要红色的布，过年穿红色才喜庆，妈妈说的。鉴定结果，通话记录上1983年3月12号的签名不是刘姐本人的笔迹，比对之后确认是老周的笔迹。老周，你说那天晚上那个电话，你在总机台，电话里说了什么？是个女的，声音听着挺年轻。她说她叫顾秀和，要找沈燕青。我说燕青不在，她就说那能不能留个话。我问她有什么事儿，她说她在红星中社卫生院快要生孩子了，想让燕青知道。我正要记下来，然后宋主任在旁边听到了，走过来把电话拿过去听了。我没拿，你记错了。你拿了，你接过去之后挥手让我出去。我说那是燕青的电话，要不要转告他？你说这事儿你不用管了，让我出去。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你挂了电话出来，把一张纸条塞给我，让我签刘姐的名字。宋雅琴，你在电话里跟他说了什么？我没说什么，我只是告诉他燕青已经出国了，让他以后不要再打来。我只是不想让燕青再被那个女人纠缠。我从来没有出过国。你告诉他我出国了，沈仲良告诉他我被他害得前途尽毁。你们2个人，一个在电话里骗他，一个用假凭证骗他，他到死都不知道真相。圆圆在画什么？画妈妈缝的那件小马甲上的花。妈妈缝的那件上面有这种小花6朵，我现在缝的这件没有花，我想画上去，但是画上去洗一洗就掉了，所以先画在纸上，等以后学会了绣花再绣到布上去。那你先画着，等下次我去百货大楼给你买几团绣花线。绣花难吗？比缝衣服难一点，不过你连小马甲都能缝好，绣花肯定也能学会。你妈妈缝的花是什么样的？妈妈都是用红线绣花瓣，黄线绣花水，她绣的可好看了，每一朵花瓣都一样大。等绣花线买回来了，我先绣一朵给小布老虎看。他等了那么久，终于又可以穿带花的衣服了。宋雅琴在书房说的是她告诉顾秀和你出国了，但顾秀和信里说有人威胁她，如果不离开你就会毁了你的前程。这是2套完全不同的话。宋雅琴承认的那句只是让她不要再来找你，但威胁她离开你的人说的是另外一套话。宋雅琴接电话是偶然，她当时在总电台查换挂费的账目，碰到老周接电话，顺便接了，但威胁顾秀和离开我，伪造转账成证，改圆圆的病历，这些事不是临时起意，提前准备好转账凭证，找人送到红星公社卫生院，事后把账本切掉一行，每一步都有计划。宋雅琴一个人做不到。沈仲良一直在后面。老周说他挂电话以后看到宋雅琴拿着一个信封去了沈仲良的书房，如果那封信是沈仲良提前准备好的，那他在接到宋雅琴的消息之后马上就能让人送出去，时间点完全对得上。宋雅琴现在还在扛，他以为只要自己不松口，沈仲良就不会被牵连，但老周的证词已经把他接电话的事钉死了。
接下来查沈仲良的经手文件，银行那边的存真早晚能对上。等证据摆到面前，他扛不住。他扛不住的时候，会供出沈仲良。到时候他自己摘干净的最后机会，就是把所有事推到沈仲良头上。他推不干净。接电话的是他，告诉顾秀和我出国的是他，在电话里说你欠沈家5000块的也是他。他不是帮凶，他是同谋。今天不是发糖的日子。今天补上之前的体检抽血的奖励一直没给你，上次给了2颗，你说2颗不够，小布老虎也要。那他的糖呢？在这里。这颗也给他，他有2颗，我有1颗，他比我多1颗。为什么他比你多？因为他今天穿了新衣服，穿新衣服的人应该多吃1颗糖。妈妈以前也是这样的，过年穿新衣服的时候会多给我1颗糖。这只蓝眼睛缝得最好。你上次也这么说，你是不是只会夸这一句？那换一句，这只蓝眼睛和你的蝴蝶结发夹颜色很配。老周也太不经事了，不过是怀瑾拿着本子问了几句，就把我接电话的事儿抖得一干二净。再让他顺着这条线往下查，当年汇款凭证的事儿迟早要露馅，到时候咱们俩都脱不了干系。急什么？不过是接了一通电话，又算得了什么罪名？顾秀和自己走了6年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骨，难不成还能赖到我们头上？总不能说是我们逼着他走的吧？可燕青现在明显是认了那个小丫头，天天把人带在身边，书房都让她随便进。老爷子昨天还特意吩咐厨房单独给她炖冰糖银耳糕，连舒宁都没这待遇。再这么下去，舒宁在沈家的位置往哪儿摆？将来家产、厂子，还有咱们的好处，不都得被那野丫头分走大半？小孩子家家在这种世家大宅里，最容易栽的跟头就是不懂规矩。明天族里几位叔公要来开茶会，他们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。你的意思是从这孩子身上下手？是，让他在叔公们面前闯祸？正厅博古家最上层那只青花赏屏，是老爷子年轻时收的心头好。康熙年间的东西，平时连擦灰都要亲自盯着，旁人碰都碰不得。你找个由头引那丫头过去，就说架子上摆着金丝蜜枣，是老爷子赏的。沈媛媛个子矮，踮脚够的时候难免带倒瓶子。可万一瓶子砸到她怎么办？真伤着了，燕青那边肯定要追究，反而弄巧成拙。瓶子在最上层，掉下来也是先砸地面，碰不到她身子。到时候就说是小孩子毛手毛脚闯了祸，就算老爷子在护着，也不能留个打碎祖茶宝贝的孩子在家里。几位叔公也不会同意让个没规矩的野丫头进族谱。还是你想的周全，我明天就找机会引她过去，做得自然点儿，绝对不留下半点把柄。记住，离得远些，真出了事，全往孩子不懂事上推，跟咱们半分关系都没有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等把他赶出去，舒宁还是沈家唯一的孙辈，将来厂子和家产也落不到外人手里。想学写字？想写我的名字，还想写妈妈的名字。我教你写名字，来，手给我。哇，原来园子里面有2个小方块呀！我以前以为就是画个圈圈呢。是口字框，里面是圆字。那妈妈的名字呢？是不是很难写呀？不难，慢慢写。秀是上面一个禾，下面一个乃。禾就是禾苗的禾，它的名字像田里的禾苗，晒晒太阳就长大。爸爸，你记得好清楚。妈妈也经常跟我说这句话，说我也是小禾苗，多吃饭就能长高高。放小老虎兜里揣着，妈妈走到哪儿都能带着啦。老爷子，
听说仲良和雅琴最近被停了厂里的职务，外面有些闲话，说咱们沈家自己人闹起来了。闲话什么时候都有，厂子的机器不停就行了。家里事关起门来自己理，不影响厂里运转。圆圆，怎么一个人蹲在这里？婶婶好，我在这里陪小老虎玩，不打扰爷爷们说话。真是懂事的孩子。对了，博古架最上层摆着一罐金丝蜜枣，是你爷爷前阵治老朋友送的。真的吗？可是架子太高了，我够不到。你踮踮脚试试，就在最左边那层，罐子是黄的，一眼就能看见。你个子高挑，伸手应该能够着罐边。婶婶，是这个黄色的罐子吗？对，就是那个。你再踮踮脚，手再往上伸一点就够着了。小心点啊，旁边就是花瓶，别碰着了。啊，这个大花瓶放的好歪呀，底座都快滑出架子了。没事，你够你的，瓶子稳着呢，摆了好几年都没掉过。不行不行，歪了会摔碎的。妈妈说东西要放整齐，不然掉下来会伤到人的。爷爷，爷爷！怎么了，圆圆？跑这么急，仔细摔着。那边博古架上的大花瓶放歪了，快要掉下来了。爷爷，你快去看看，摔碎了就太可惜了。这孩子倒是心细得很，小小年纪就知道留意这些，比那些毛手毛脚的半大孩子强多了。还真是歪了小半寸，估计是昨天擦灰的时候没放稳。赵妈，过来把瓶子往里推推，摆稳当了，再检查检查其他架子。哎，我这就来。圆圆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看见，等会儿掉下来碎了，可惜了这只康熙年间的瓶子。不用谢爷爷，妈妈说看到危险要告诉大人，不能装作没看见。老哥哥，你这小孙女儿教得真好，懂事又心善，是个有福气的。是啊，眉眼也周正，看着就讨喜，跟燕青小时候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真是邪门了！他不但没碰到瓶子，反而跑去告诉老爷子了。这下倒好，老爷子还当着几位叔公的面夸他心细懂事，几位老人也对他赞不绝口。这丫头看着小，心眼倒是不少，是我小瞧她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，就这么白费了。急什么？机会多的是。他一个3岁的孩子，总不能次次都这么走运。急什么？机会多的是。他一个3岁的孩子，总不能次次都这么走运。可我看老爷子是越来越喜欢他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别说赶他走，说不定过2天就张罗着给他上族谱了。上族谱也得证据过硬。第一次亲子鉴定结果是排除，就算重做，咱们也能想办法。只要鉴定结果1天不落地，他就1天不算正经沈家人。可怀瑾盯着呢，再动手脚会不会太冒险？万一被抓住……越是盯着的地方，越容易出意外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不会留下把柄。你只管盯着那丫头，找机会再给她添点乱子就行。行，我听你的，反正不能让她顺顺利利留在沈家，更不能让她抢了舒宁的位置。圆圆怎么跑厨房来了？这里油烟大，地上也滑，小心呛着摔着。快出去玩，等会儿做好了给你送过去。张婶，你在做什么呀？闻起来香香的，比巷口卖的桂花糕还香。在做枣泥糕，等会儿蒸好了给你拿一块尝尝，是用今年的新枣做的，甜得很，糊也小。真的吗？谢谢张婶儿。你这孩子嘴倒是甜。对了，昨天博古架的瓶子，你怎么一眼就看出它歪了呀？离那么远呢，我们擦灰的都没留意。我站在下面看呀，瓶子一边往外凸好多，另一边贴在架子上，可不就是歪了吗？妈妈以前放碗的时候说过，碗要摆整齐，不然掉下来会砸到脚。你妈妈教得真好。妈妈还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。昨天婶婶说架子上有蜜枣，让我去够，可是我觉得没经过爷爷同意，不能随便拿。原来是这样。赵阿姨，我说的对吗？妈妈说随便拿别人东西是不对的，就算是家里的，也要问过大人才行。
对，圆圆说的太对了，咱们圆圆最懂事，最守规矩了。对了，赵阿姨，等会儿枣泥糕好了，我能给爸爸送一块吗？爸爸在书房忙工作，肯定饿了。当然能，等蒸好了，你给你爸爸送过去。他要是知道你这么惦记他，肯定比吃了枣泥糕还甜。爸爸、叔叔，我给你们送好吃的来啦！怎么跑过来了？慢点走，别摔着，糕要洒了。哟，圆圆还想着我呢，真是太贴心了。叔叔也吃，爸爸一块，叔叔一块，剩下的我跟小老虎分。谢谢圆圆。对了哥，我刚从厂里仓库回来，翻到了6年前的汇款存征联，找到了。但存根上的签字是模仿顾秀和的笔迹写的，笔法很生硬，一眼就能看出来不对劲。我找财务对了一下，那笔钱根本没走厂里的公账，是沈仲良私下走的私人账户。果然是他，但现在只有存根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他伪造的。当年经手的出纳张会计早就回乡下老家了，联系不上，慢慢找，6年都等了，不差这几天。爸爸，你们在说妈妈吗？再说你妈妈以前的事。妈妈是好人，以前筒子楼的奶奶们都说妈妈手特别巧，缝的衣服、做的鞋子比供销社卖的还好看。你妈妈确实很厉害，一个人把你养得这么好，这么懂事。妈妈还会讲故事，会唱好听的摇篮曲，等以后我学会了，唱给爸爸和叔叔听。好，我等着。爸爸快吃，枣泥糕要趁热吃才香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你站那么远干什么？过来一起看呀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你看，蚂蚁在搬面包渣，它们排好队走，就不会迷路。哇，真的，它们好小一只，粒粒却很大，能搬比自己大好多的东西。我妈妈说，蚂蚁最团结了。对了，昨天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那个花瓶就碎了，爷爷肯定会生气。不用谢，本来就应该告诉爷爷的。我妈妈她不是故意让你去够瓶子的，你别生她的气好不好？我没有生气呀，婶婶也是想给我蜜枣吃，是好意。你真好，以前家里只有我一个小孩，没人陪我玩。现在你来了，我就有妹妹了，我也有姐姐啦。姐姐，我给你看我的小老虎，它叫虎虎，是妈妈给我缝的。它耳朵怎么只有一只呀？另一只掉了，妈妈说等它病好了就给我缝上。不过现在我自己会缝了，等我练熟了就给它补上。我房间里有好多碎布，都是我小时候衣服剪下来的，回头我拿来给你，咱们一起给小老虎做新衣服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姐姐。不客气，咱们拉钩，以后就是好朋友了，天天一起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你猜我刚才在后花园看见什么了？舒宁跟那个小丫头手拉着手玩，好的跟亲姐妹似的，头挨着头看蚂蚁，笑个不停。小孩子懂什么？玩几天新鲜劲儿就过了。那可不行，舒宁要是跟他走得近，以后肯定会被他带坏。再说了，咱们跟大房是竞争关系，舒宁跟他好，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？回头你说说舒宁，让他离那丫头远点。我当然会说。对了，怀瑾好像在查6年前的张会计，就是那个回了乡下的出纳。哦，他查到哪儿了？听下人说，他托县里的熟人去找了。你说那张会计会不会把咱们供出来？放心吧，当年我给了他一大笔钱，让他守口如瓶，他拿了好处，不会乱说的。就怕怀瑾手段多，逼一逼他就松口了。那女人家里穷，万一怀瑾给的钱更多，我明天就托人去乡下，再给他送笔钱，叮嘱他几句。只要他咬紧了不承认，谁也没办法。也好，多给点钱，让他闭紧嘴巴。只要这一环不出问题，咱们就没事儿。你看，这都是我小时候裙子剪下来的布，这块碎花跟你小老虎身上的花色差不多。
哇，好多好看的布！小老虎这下有好多新衣服穿了，能换着穿不重样。咱们先做哪件呀？先做一件红色的吧，过年穿。妈妈说红色喜庆，穿了会有好运，还能驱走坏东西。好啊，我来剪布，你来缝好不好？我用剪刀可熟练了，剪得特别整齐。姐姐你小心点儿，别剪到手。放心吧，我都7岁了，用剪刀好几年了。对了，圆圆，你以前住在筒子楼里，是不是有好多小伙伴？楼下有小胖，还有丫丫姐姐。丫丫姐姐会跳房子，可厉害了，能一口气跳完整个格子。跳房子是什么呀？我从来没玩过，就是在地上用粉笔画格子，单脚跳着走，等天晴了，地干了，我教你玩。好呀，那你以后能不能一直住在沈家？这样咱们就能天天一起玩，一起上学。我不知道，爸爸说让我先住着，可是我怕我做错事，爸爸就不让我住了。不会的，爷爷都喜欢你。昨天爷爷还跟我说，让我多跟你学学，说你懂事、懂规矩。真的吗？爷爷真的这么说？当然是真的，我骗你干什么？所以你就安心住下吧，以后咱们就是亲姐妹。姐姐你真好。舒宁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圆圆妹妹房间玩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离她远点儿，你怎么就是不听？妈妈，圆圆妹妹很好的，她还给我看她妈妈缝的小布老虎。她是外人，来路不明，你跟她走那么近，旁支的亲戚们看见了会笑话你的。她不是外人，爷爷说她是沈家的孩子。爷爷说的不算，亲子鉴定还没出来呢。总之你以后不许再去找她玩，听见没有？可是……没什么可是，再让我看见你跟她凑在一起，我就把你那些娃娃碎布全都扔了，一个都不留。哥，你看这里，6年前3月底，厂里有一批棉纱进货，价格比同期市价高了2成，经手人是沈仲良的小舅子。又是他，这批棉纱的质量呢？质量很差，纺出来的布次品率比平时高了3倍。当时报的是优等品的价格，收的却是2等品的货，中间的差价都进了他们腰包。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吧？我翻了近5年的账，每年都有那么2、3笔，都是他亲戚经手的，加起来数额不小，够得上立案了。他倒是胆子大，把沈氏纺织厂当成自己家的提款机了。要不要先把这些账目报给老爷子？不急，顾秀和的事还没定论，先把那边的证据做实了，厂里的账先记着，一笔一笔都标清楚，等时机成熟一起算。明白？对了，乡下那边有消息了，张会计找到了，但他不肯见人，说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意料之中，沈仲良肯定提前打过招呼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卡在这儿。他不肯说，就找别人。当年卫生店的护士，公社的干事，筒子楼的老街坊，总能找到知情人。行，我明天就去红星公社那边，挨家挨户打听。 6年了，也该有个结果了。圆圆，歇会儿吧，缝了快1个小时了，眼睛该累了。过来吃块点心，牛奶都凉了。没事，赵阿姨，我再缝几针。等把耳朵缝好，小老虎就完整了，就跟以前一样了。你这孩子做事情还挺执着，跟你爸爸一个性子。妈妈说，做事情不能半途而废，要做完才行。你妈妈说的对。对了，圆圆，晚上想吃什么？赵阿姨跟张婶说给你做。我想吃西红柿鸡蛋面，妈妈以前经常给我做，酸酸甜甜的，可好吃了。好，晚上就做西红柿鸡蛋面，给你握2个荷包蛋。谢谢赵阿姨，给爸爸也握2个，爸爸工作辛苦，要多吃点补身子。知道了，忘不了你爸爸的，真是个贴心的小棉袄。嘿嘿，听说燕青带回来个孩子，都说是他的女儿，真的假的？外面都传开了，哪能那么容易就认？那孩子妈妈是燕青以前认识的人，人品不怎么好。当年嫌燕青穷，拿了钱就走了，连句话都没留。还有这事儿？那这孩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。
怎么就带到家里来了？也太不讲究了。唉，谁说不是呢？老爷子心软，看孩子可怜，就先留下了。但毕竟来路不明，传出去对沈家名声不好听。我们做长辈的，也只能跟着操心。就是啊，万一不是沈家的种，岂不是让外人笑掉大牙？以后家产都要被外人分走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万一真是燕青的孩子呢？我们也不能太不近人情。就是可惜了舒宁，本来是沈家唯一的孙女儿，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，也不知道将来家产怎么算。爸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们正说家常呢，说今年的新茶不错。家常？我怎么听见有人在背后嚼舌根，专派一个3岁的孩子？老爷子，我们就是随口聊聊。哼，随口聊聊。我沈家的事儿轮不到外人来评头论足。是，老爷子说的是我们多嘴了。以后谁再敢乱说话，败坏我沈家名声，就别再登沈家的门。圆圆，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在给小花松土，妈妈说花儿松了土才能喝到水，长得快，开得艳。你还懂种花？以前妈妈在窗台上种过花，我天天帮她浇水，后来花开了，红红的，可好看了。是吗？那你喜欢什么花？我喜欢太阳花，因为它总是朝着太阳开，看着就开心。妈妈说，人也要像太阳花一样，天天开开心心的，再难的日子都能过去。说得好，人就该像太阳花，向阳而生，心敞亮。爷爷，刚才屋里的阿姨们说我坏话了吗？我听见好像在说我妈妈。别听他们的，他们不懂事。你是爷爷的好孙女，你妈妈也是好姑娘，谁也不能说你们不好。真的吗？爷爷真的认我吗？当然认。等鉴定结果正式出来，你就入族谱，是我沈家名正言顺的孙女儿。太好了，谢谢爷爷。圆圆在折纸啊，折的是小纸鹤吗？妈妈教我折的，说折满1000只，愿望就能实现。那圆圆有什么愿望啊？第一个愿望是妈妈在天上能过得好，不用再熬夜缝衣服。第二个愿望，爸爸能天天笑，不要总皱眉头。第三个愿望，爷爷身体棒棒的，能活100岁。真是个好孩子，心里装的都是别人。赵阿姨，爷爷喜欢什么呀？我想折个礼物送给爷爷，谢谢爷爷收留我，还给我饭吃。爷爷以前年轻的时候养过画眉鸟，可宝贝了，你可以折个小鸟送给爷爷。小鸟怎么折呀？我只会折纸鹤。赵阿姨教你。哇，折好了，虽然有点丑，但也是我的心意，爷爷肯定不会嫌弃的。不丑，我们圆圆折的最好看了，爷爷收到肯定开心，比收到什么宝贝都高兴。真的吗？那我再折一只，给爸爸也折一只，爸爸上班辛苦，看见小鸟就不累了。圆圆来了，快进来。爷爷，我有礼物送给你，这是我折的小鸟，送给爷爷，希望爷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眉头不皱皱。好，爷爷收下了，这是爷爷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爸，怀瑾从公社回来了，带了点消息。进来说。卫生院当年的护士长找到了，他说6年前顾秀禾生孩子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，身边连个家属都没有。一个人？他娘家人呢？他父母早就不在了，只有一个远房舅舅，也早就不来往了。生完孩子第3天他就出院了，连月子又没坐，自己抱着孩子走回的筒子楼。造孽呀！李护士长还说，生完孩子没几天，有个男人去找过他，
塞了一个信封给他，让他在收款凭证上签字。他不肯签，那个人就威胁他说不签就让他在省城待不下去。那个人长什么样？护士长记不清具体长相了，只说是个中年男人，个子不高，左手小指缺了一截。查，接着查，一定要把当年的事查得水落石出。爷爷、爸爸，你们别难过，妈妈在天上看着呢，她知道你们在帮她，肯定会很高兴的。李护士长的笔录都在这里了，他还说，当年顾秀禾生孩子的时候，大出血，差点没救过来。大出血？卫生院条件不好，血源不够，还是隔壁床的家属帮忙献的血。他出院的时候走路都打晃，是自己抱着孩子一步步走回去的，路上走了快2个钟头。他那时候为什么不找我？就算我不在学校，打个电话到系里也好。宋雅琴不是跟他说你出国了吗？他肯定是信了，觉得找你也找不到，而且沈仲莲还托人威胁他，说要是敢纠缠你，就毁了你在学校的前途。他那么喜欢你，肯定不想拖累你。傻瓜！哥，你也别太难受，都过去了，现在查清楚，还他一个公道就好。对了，李护士长说那个男人左手小指缺了一截，这个特征很明显，应该不难找。我已经查过了，沈仲良身边有个远房表弟叫王二柱，以前在厂里看仓库，左手小指就是断的，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被机器压的。6年前他正好在红星公社那边跑业务，时间对得上，就是他了。找到王二柱，就能把沈仲年牵出来。我已经让人去找了，估计这2天就能有消息。他跑不远，省城就这么大，乡下的亲戚家也都盯着呢。找到之后，先别惊动他，盯着就行。等证据链完整了，再动手。明白。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圆圆，多吃点肉，看你瘦的，风一吹都要倒了。谢谢爷爷，爷爷也吃。慢点吃，别噎着，喝点汤。爸爸做的红烧肉好好吃，比妈妈做的还香。不是我做的，是张婶做的。哦，那爸爸会做饭吗？不会。没关系，等我长大了，我做饭给爸爸和爷爷吃。我会煮稀饭，还会蒸鸡蛋糕。妈妈说我蒸的鸡蛋嫩嫩的，最好吃了。哟，我们圆圆还会做饭呢，这么能干。妈妈生病的时候，都是我给妈妈倒水蒸鸡蛋，还会给妈妈捶背。妈妈说我是她的小棉袄。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，你妈妈没白疼你。以后不用你做饭，有张婶和赵妈呢，你只要好好长大，开开心心的就行。可是我想给爸爸做饭呀，爸爸上班辛苦，我要给爸爸做好吃的，让爸爸不那么累。表哥，沈家那边查得紧，都找到卫生院去了，我怕。怕什么？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是你去的？可那个护士长认出我怎么办？我那天去卫生院，他可是跟我说过话的，还跟我吵了几句，他肯定记得我长什么样。她一个老婆子记性能有多好？都6年了，早忘干净了。万一他没忘呢？万一怀瑾少爷拿着我的照片让他认我？慌什么？这是200块钱，你拿着，去乡下亲戚家躲一阵子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可是我厂里的工作我帮你顶着，就说你家里有事请假了，等这事过去了，我还给你涨工资，升你当仓库主管。谢谢表哥，谢谢表哥。记住，出去了别乱说话，也别跟任何人联系。要是走漏了风声，你我都没好果子吃，明白吗？我知道，我肯定嘴严得很，半个字都不往外说。行了，赶紧收拾东西走，别让人看见。从后门走，走小路。我这就去。
圆圆，干什么呢？这么专心？叔叔，我在喂小蚂蚁，它们好可怜，找食物找半天肯定饿坏了。倒是心善。对了，叔叔问你，你妈妈以前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一个断手指的叔叔？断手指的叔叔，好像有。妈妈说以前有个坏叔叔来过家里，给妈妈好多钱，让妈妈离开爸爸，妈妈没要，把他赶走了。你还记得那个叔叔长什么样吗？不记得了，那时候我还小，在里屋睡觉呢。妈妈说他是坏人，让我以后看见他就跑，别跟他说话。那你妈妈有没有说过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呀？好像叫王叔叔，不对，好像是李叔叔，我记不清了。没事儿，记不清就算了。圆圆别怕，以后那个坏叔叔不敢来的，有爸爸和叔叔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我才不怕呢，有爸爸和爷爷还有叔叔保护我，坏人不敢来。真勇敢。走，叔叔带你去供销社买糖吃，奶糖管够。真的吗？谢谢叔叔。哎呦，怎么烧得这么烫？燕青，燕青！怎么烧成这样？叫医生了吗？已经让老陈开车去请了，应该快到了。妈妈，我冷。圆圆，别怕，爸爸在这儿。爸爸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事了？你不要赶我走。不赶你走，永远都不赶。你乖乖的，病很快就好了。这孩子烧糊涂了还想着这个，真是可怜，见的从小就没安全感。赵妈，去拿盆温水，再拿条干净毛巾过来，屋里降温能舒服点。哎，我这就去。38度9，就是受凉了，加上之前身子弱，底子差，烧得有点急，吃了药发汗就没事了，别太担心。明天要是还烧，就去医院仔细查查。麻烦你了，这么冷的天跑一趟。应该的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有事再叫我。爸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一晚上都没睡吗？睡了一会儿，感觉怎么样？还难受吗？头还疼不疼？不难受了。爸爸，你眼睛都红了，肯定没睡好。爸爸，你快去睡吧，我没事了。等你喝完粥，我再去睡。粥来了，刚熬好的，温温的，正好喝。谢谢赵阿姨。爸爸，你也喝一碗好不好？我不饿，你喝。不行，不吃饭会没力气的，妈妈说的。爸爸陪我一起喝嘛，不然我也不喝了。好，陪你一起喝。圆圆，你病好啦，我还以为你要躺好几天呢。姐姐，我好了，不发烧了。给你，这是我攒的奶糖，都给你。生病吃点甜的，好得快。谢谢姐姐，太多了我吃不完，咱们分着吃。不用，都是给你的。我妈妈不让我来找你玩，我是偷偷跑过来的。婶婶为什么不让你跟我玩啊？是不是我哪里不好，惹婶婶生气了？不是你的问题。我妈妈她说你是外人，但我觉得你不是，你是我妹妹。姐姐，等以后我妈妈想通了，就不会拦着我了。对了，你病刚好，别跑太久，累了就坐着歇会儿。姐姐，你陪我坐会儿吧，我给你讲故事，是妈妈以前讲给我听的。好呀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花园转了转，晒晒太阳。我看你是去找那个小丫头了吧？我都看见你从花园那边过来了。我没有。还敢撒谎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离她远点，你怎么就是不听？妈妈，圆圆她很好，她不是坏人，她还会给我讲故事，还会缝小衣服。她好不好轮得到你说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再敢去找她，我就把你所有的娃娃、碎布、故事书全都扔了，一个都不留。妈妈，你怎么这样？你不讲道理。雅琴，舒宁是个好孩子，你别总骂他。小孩子一起玩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爸，我也是为了舒宁好。他跟来路不明的孩子走太近，旁支亲戚们看见了会说闲话的。来路不明？我说沈圆圆是沈家的孩子，她就是。谁再说闲话，就让他别登沈家的门。可第二次鉴定结果还没正式公布，结果出来了又怎么样？就算不是，这孩子我也认了。懂事、孝顺、心善，比有些满肚子算计的大人强100倍。爸，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
听不懂最好，我劝你安分点，别总搞那些小动作。以前的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也别以为能瞒一辈子。爸，我真的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事。我一直安安分分的打理家事，照顾舒宁。安分最好，以后管好你自己，管好舒宁，别去招惹圆圆。再让我听见你在背后说三道四，或者给他使绊子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爸，我知道了。王二柱跑了，家里没人。邻居说他前几天收拾东西走了，说是去外地亲戚家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他老家在哪儿？在临县的王家村，我已经让人过去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。找到以后别逼他，好好问。他就是个小角色，吓唬几句就松口了。明白。对了哥，第2次亲子鉴定结果正式出来了，省城第1人民医院做的，全程我安排人盯着，没人有机会动手脚。结果是确认亲生父女关系，概率99.99%。哥，我知道了。要不要告诉老爷子还有圆圆？当然要告诉。晚上吃饭的时候说，圆圆也该名正言顺地留在沈家了。是啊，终于尘埃落定了，这孩子也该踏实了，不用再天天怕被赶走。燕青，鉴定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省城第1人民医院的报告确认圆圆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好，好啊，我沈家终于有后了。怎么可能？第1次明明是排除的。第1次的病例被人动了手脚，改了血型。第2次是省医院做的，全程有人监督，不会错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真是太好了，燕青，恭喜你啊，父女团聚。爸爸，鉴定是什么呀？就是证明你是爸爸的女儿，以后你就是沈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，再也没人能说你是外人，也没人能赶你走。真的吗？那我以后就能一直跟爸爸在一起了？一直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明天就把族谱拿出来，把圆圆的名字添上去，再选个好日子办个认亲宴，让亲戚朋友们都知道。爸，是不是太急了点儿？要不要再等等？急什么？我沈家的孙女早该上族谱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怀瑾明天去安排。爸爸，吃菜多吃点，就不辛苦了。怎么办？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她真的是燕青的女儿，以后她就是沈家正经的大小姐，舒宁就更没位置了。慌什么？就算是亲生的又怎么样？一个3岁的丫头，懂什么经营管理？厂子的实权还在咱们手里。可老爷子都要把她名字上族谱了，以后家产肯定有她一大份儿，咱们舒宁能分到什么？家产的事不是光靠上族谱就行的，厂里的实权在谁手里才是关键。你的意思是？趁燕青还没完全接手厂子，我再捞几笔大的，等钱攒够了，咱们就自己开个纺织厂，何必在沈家受气？可是万一被发现了，这可是挪用公款，要坐牢的。做得干净点儿，不会被发现的。等咱们自己的厂开起来，舒宁就是正儿八经的厂长千金，不比在沈家当旁支小姐强。也对，那你小心点儿，别被怀瑾抓住把柄。那孩子眼睛太毒了，跟他爹一样。这房子顾秀和住了4年，一直没搬过，平时就在家做些针线活，拿到供销社卖，换点钱糊口。爸爸，你看，这是妈妈的针线盒，里面有好多线，还有针。妈妈就是在这里给我缝衣服、缝小老虎的。她一直过得这么苦吗？她很少买肉，平时都是青菜就馒头，但从来没亏过孩子。圆圆小时候的奶粉、鸡蛋从来没断过，她自己省吃俭用，都紧着孩子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想妈妈了？没有。爸爸，你别难过。妈妈说，她去了一个很漂亮的地方，那里没有病痛，也不用饿肚子。她在天上看着我们呢。圆圆，你可回来了！这几天你去哪儿了？奶奶还以为你走丢了呢，正想着要去派出所报案呢。张奶奶，我找到爸爸了，我跟爸爸住在一起。
哎呦，找到爸爸就好。你妈妈要是知道了，肯定高兴。秀禾这丫头苦了一辈子，总算熬出头了。张奶奶您好，我是沈燕青，想跟您打听一下，秀禾她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唉，一言难尽。刚生完孩子就自己一个人带，月子都没做好，落下了病根。后来身体越来越差，也舍不得去医院看，就硬扛着。那她有没有跟您提起过，有人找过她麻烦？有个男人来过好几次，凶巴巴的让她走，别缠着你。每次来都吵吵闹闹的，秀禾都没理他。后来他病重了，还跟我说对不起你，没能亲口跟你说声再见。孩子，秀禾是个好姑娘，从来没嫌过你穷，也没拿过别人的钱，你可别误会她。我知道，奶奶，谢谢你。哥，邻居的证词也录好了，现在就差王二柱了，找到他就能坐实沈仲良的罪。王家村那边还没消息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已经把村子围住了，他跑不出去，估计明天就能抓到。还有厂里的账目都整理清楚了吗？都整理好了，每一笔都标得清清楚楚。沈仲良这些年通过亲戚采购虚报价格，贪了厂里不少钱，数额很大，够判好几年。等王二柱抓到，一起算总账。对了，老爷子说明天给圆圆上族谱，问你要不要一起过去。当然去，明天我亲自给圆圆写名字。也好，也算撂了一桩心事。秀禾在天上也能安心了。秀禾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怎么还没睡呀？明天还要早起呢，要入族谱了，是大喜事。赵阿姨，入族谱是什么呀？就是把你的名字写进沈家的家谱里，从此以后你就是正经的沈家人了，是沈家的大小姐。那妈妈呢？妈妈的名字能写进去吗？你爸爸会安排的。我想让妈妈也进去，这样妈妈就也是沈家人了，就能跟我们在一起了。傻孩子，你妈妈在天上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知道。赵阿姨，我今天去以前的家了，看到妈妈的针线盒了，我以后要好好学缝衣服，跟妈妈一样手巧。有志气，快睡吧，明天漂漂亮亮的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日沈燕青之女沈圆圆认祖归宗，入我沈家族谱，望列祖列宗庇佑，孩子平安长大，沈家兴旺发达，香火绵延。燕青，你来写名字。是。这就是我的名字吗？以后我就跟爸爸一个本子了。以后你就是名正言顺的沈家人。好啊，沈家大房终于有后了，是天大的喜事。这孩子眉眼周正，眼神透亮，是个有福气的，以后肯定能旺家。圆圆，过来，给祖宗磕个头。祖宗们好，我是沈圆圆，我会乖乖的，不惹爸爸和爷爷生气，好好吃饭，好好长大。燕青啊，恭喜你找回这么可爱的女儿，真是天大的福气。是啊，圆圆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，一看就是亲生的，眉眼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谢谢各位。说起来，秀禾那姑娘也真是的，既然有了孩子，怎么不早说？害得你们父女分离这么多年，孩子也跟着吃苦。是啊，当年她一声不吭就走了，谁知道她怀着孩子？要是早说，也不至于让圆圆跟着在筒子楼遭那么多罪。当年的事，谁对谁错，很快就会查清楚。各位就不必妄加揣测了，免得说错了话，日后难堪。
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不说别的，大家吃茶吃点心。怀瑾，招呼好各位长辈。是，爷爷。爸爸，你吃，甜甜的，吃了就不生气了。很甜。王二柱，跑什么？省城待得好好的，突然回乡下躲着。我没跑，我就是回乡下看看亲戚，住几天。是吗？6年前，红星公社卫生院，你去找过顾秀和，给他送钱，逼他签收款凭证，有没有这事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都6年了，我早就忘了。忘了？李护士长可是记得你，左手小指去一截，特征这么明显，想忘都难。他记错了，不是我。天下断手指的人多了去了。是不是你？跟我们回去对质就知道了。你现在说实话，还能算坦白从宽。要是等证据摆到面前，那性质就不一样了。你只是个跑腿的，主谋是谁，我们都清楚。你何必替别人扛着？你扛得住吗？到时候坐牢的是你，人家照样在家里享福，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我说，是我表哥让我去的，是沈仲良，都是他安排的，凭证是他给我的，钱也是他的，他让我去逼顾秀和签字，不签就威胁他，说要毁了沈燕青的前途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什么？改病历，第一次亲子鉴定动手脚，是不是也是他安排的？是，都是他。他买通了卫生院的刘医生，改了那丫头的血型，又买通了鉴定所的人做了假报告，我都知道，我都交代。很好，都写下来，签字画押。哥，王二柱全招了。当年的事，从伪造汇款凭证到威胁顾秀和，再到改病历做假鉴定，全是沈仲良一手策划的。终于找到实证。王二柱还说，沈仲良这些年通过采购贪了厂里不少钱，具体数目他不清楚，但知道不少内幕。先把人看好，别让他跟沈仲良接触。厂里的账目我们慢慢核对，跑不了的。明白。人已经安置在招待所了，有人24小时守着，跑不了。这件事先别声张，尤其是别让老爷子知道，免得他气坏身子。等所有证据都齐了，再一起说。我知道。对了，认亲宴的日子定了，下月初8是个好日子，酒店和宾客名单都拟好了，你过目一下。认亲宴当天，把秀和的牌位请过来，她是圆圆妈妈，该站在她该站的位置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圆圆，这是太阳花籽，等夏天就开花了，五颜六色的，特别好看。真的吗？等开花了，妈妈在天上就能看见了。肯定能看见。对了，圆圆，你入族谱了，以后就是真正的大小姐了，你开心吗？开心，就是有点想妈妈，要是妈妈也在就好了。别难过。你还有爸爸，还有爷爷，还有我呢。以后我就是你亲姐姐，我保护你。姐姐，等花开了，咱们摘一朵最大的送给爷爷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爷爷肯定喜欢。小种子，快喝水。姐姐，婶婶还是不让你跟我玩吗？不过我不怕，我偷偷来找你。我妈妈就是一时想不通，以后她会明白的。婶婶其实人不坏的，就是不喜欢我。等以后我乖一点，婶婶就会喜欢我了。不好了，怀瑾从乡下回来了，还带回来一个人，我看着像王二柱。什么？他不是躲到乡下去了吗？怎么会被抓到？我怎么知道？怀瑾那孩子手眼通天，顺着一点线索就能摸到底。你说，王二柱会不会把咱们供出来？慌什么？他空口白牙的，没凭没据，能奈我何？只要咱们咬死了不承认，老爷子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。可是还有厂里的账目呢，怀瑾一直在查账，万一查到……我已经让人把关键账本处理了，就算他查，也查不出什么大问题。
大不了就说是账目疏漏，推到下面人身上。真的没事吗？我总觉得心慌，眼皮跳个不停。放心，沈家现在还轮不到沈燕青说了算，老爷子也不会轻易动我。毕竟厂里的老客户大多都是我对接的，真把我弄走了，厂子损失不小。这批就是上周刚到的棉纱。是的，昨天刚入库的。报的是1级品，对吧？是。这也叫1级品，比2级品还差。又是沈仲良签的自进的货。是沈副厂长亲自签的合同，对接的供货商也是他找的。这批货多少钱进的？按1级品的价进的，比市价高了30%，一共进了50包，花了不少钱。哼，真是越来越大胆了。把进货单、合同、质检报告都收好，都是证据。明白。这批货怎么办？先封了，别动。通知财务，这批货的货款先暂停支付。可是沈副厂长那边已经签字让付款了。我说暂停就暂停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圆圆，缝什么呢？这么专心，头都不抬。爷爷，我给小老虎缝新裙子，等夏天了，它也穿裙子，漂漂亮亮的。哟，手这么巧，跟谁学的？跟妈妈学的，妈妈缝的可好了，我还没学到一半。你妈妈手确实巧，当年我见过她做的绣品，针脚比厂里的老绣工还齐整。爷爷，你也认识我妈妈吗？见过一次，是个好姑娘，端庄懂事，性子也韧。当年是我们沈家对不住她，委屈她了。爷爷，你别难过，妈妈不怪任何人的，她总说日子往前看总会好的。你妈妈是个通透的人，是我们沈家亏欠她太多了。爷爷，以后我替妈妈孝顺你，我给你捶腿，给你唱歌，陪你种花。好，真好。这些都是真的？都是真的。王二柱已经招供，账目也都核对过了，证据确凿。好啊，真是好啊！我沈家养出这么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爷爷，您别动气，身体要紧。我能不气吗？我以为他只是贪点小便宜，没想到他连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都做得出来，逼走秀禾，害圆圆流落在外，还贪厂里的钱，他对得起沈家列祖列宗吗？爸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按家法来，按国法来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绝不姑息。沈家没有这样的子孙。可是沈仲良在厂里经营多年，很多部门都是他的人，要是动他，会不会引起厂里动荡？毕竟现在还有好几个大订单在做，动荡也得动。沈氏纺织厂不能毁在这种蛀虫手里。燕青，这事儿交给你办，放手去做，由我给你撑腰。厂里的老客户，我出面去对接。是，爸。二婶，给爷爷送汤。是啊，炖了银耳汤，给爸润润嗓子。是吗？那怎么不进去？我忽然想起汤有点烫，等会儿再送。真的要走吗？就不能再想想办法？老爷子总不能真的不顾亲戚情分。亲戚情分，证据都摆在面前了，还谈什么情分？不走难道等着坐牢？那舒宁怎么办？他还那么小，我们走了他怎么办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先保住自己再说。舒宁是沈家的孩子，老爷子不会为难他。等咱们在南方站稳脚跟了，再回来接他。可是孩子从小没离开过我，他会哭的。哭什么哭？又不是不回来了。等咱们自己的厂开起来，风光回来，谁还敢说三道四？那什么时候走？今晚就走，趁他们还没动手。老陈已经被我买通了，半夜开车送咱们去火车站。知道了，我再去收拾点舒宁的照片，路上想孩子了能看看。1、2、3、4、5，圆圆你跳错了，该单脚的地方你双脚落地了啊！不算，我重新跳。姐姐吃糖。圆圆，我妈妈最近怪怪的，天天躲在房间里收拾东西，也不怎么骂我了。可能婶婶要出远门吧，妈妈以前出远门的时候也会收拾好久的东西，希望她别走太久。我还是喜欢妈妈天天管着我，虽然凶，但心里踏实。姐姐你别担心，婶婶肯定很快就回来的。真的不跟舒宁说一声吗？她醒了找不到我们会哭的。说什么？
说了他肯定要闹，万一哭出声引来人，咱们都走不了。等咱们安顿好了，再给他写信。都怪你，当初非要搞那些事，现在好了，家都不能回了，连孩子都不能带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赶紧走，后半夜人最困，正好出门。快走，别磨蹭了，再不走天就亮了。爷爷，我爸爸妈妈呢？怎么没来吃饭？还没起吗？赵妈，去叫叫。老爷子不好了，二老爷和二夫人房间没人，行李箱也不见了，衣柜空了一半，像是走了。走了？哼，畏罪潜逃，跑的倒是快，真是没骨头的东西。跑了？我爸爸妈妈去哪儿了？为什么要跑？他们不要我了吗？淑宁，你坐下，爷爷跟你说。姐姐别怕，你还有我，还有爸爸和爷爷。他们只是暂时离开，你先安心住下，沈家就是你的家。姐姐，你别难过了，叔叔婶婶只是暂时出去了，会回来的。他们走都不跟我说一声，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是不是觉得我累赘？不是的，他们肯定是有苦衷。姐姐，你还有我呀，还有爸爸和爷爷，我们都喜欢你，都陪着你。圆圆，你真好，换了别人说不定会笑话我爸妈是坏人。我才不会笑话姐姐呢。叔叔婶婶是叔叔婶婶，姐姐是姐姐，咱们是好朋友，是姐妹。谢谢你，圆圆。不用谢。姐姐，咱们去给太阳花浇水吧，说不定过几天就发芽了。看看小花，心情就好了。已经报警了，火车站、汽车站各个路口都发了协查通告。他们跑不远，身上带的现金虽然多，但目标也大。厂里那边怎么样了？已经稳住了。沈仲良提拔的那几个主管都暂时停止调查了，账目也全部封存了。厂里生产正常，没出什么乱子，工人们情绪都挺稳的。做得好。就是舒宁那孩子，怪可怜的，父母跑了，留下他一个人，肯定吓坏了。他是沈家的孩子，我们不会亏待他，以后就让他跟圆圆一起住，一起上学，就当亲姐妹养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都跟圆圆一样。老爷子也是这个意思。对了，顾秀和的墓选个好日子迁到沈家墓园吧。她是我的妻子，圆圆的妈妈，该进沈家祖坟，该有个正经的名分。好，我来安排，找风水先生选个好日子，再把墓碑刻好。这事先别让圆圆知道，等弄好了再带她去，免得孩子提前知道了又要伤心。明白，我会安排妥当的。秀和，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现在你回家了，以后就安心待在这里，再也不用漂泊了。秀和丫头，是我们沈家对不住你，当年是我们没管好家里人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现在你进了沈家祖坟，就是沈家的人，以后圆圆我们会好好养大，你就放心吧。嫂子，当年的事我们都查清楚了，害你的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你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圆圆，让她平平安安长大，像你一样善良正直。以后我和圆圆常来看你，等圆圆长大了，我带她来告诉你她的事。姐姐，你看，发芽了，小小的好可爱，像小逗号一样。真的，过不了多久就能开花了，到时候满花坛都是花，肯定特别好看。两位小姐该回去吃点心了，刚蒸好的山药糕，甜丝丝的。赵阿姨，我们再看一会儿嘛，好不容易才发芽的。行，就看一会儿，别炖太久，腿该麻了。中午炖了排骨汤，给你们俩补补。小芽芽，你要快点长大哦，开好多好多花，给妈妈看，给爷爷看，给姐姐看。今天感谢各位亲朋好友赏脸来参加我孙女沈圆圆的认亲宴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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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孩子流落在外多年，今天终于认祖归宗，是我沈家的大喜事。另外，从今天起，沈淑宁也记在大房名下，跟圆圆一起都是我沈家的孙女。以后两个孩子互相扶持，一起长大。老爷子心善啊！可不是嘛，这年头肯为一个孩子费这么大周长的，也就沈家了，换了别人家早就打发走了。老爷子有担当，沈家以后差不了。这两个孩子看着就机灵，养大了准有出息。感谢各位长辈、各位亲友见证，以后我会好好抚养两个孩子，也会好好经营沈氏纺织厂，不辜负爷爷的希望。
不辜负沈家列祖列宗。燕青好福气啊，2个女儿都这么乖巧可爱。是啊，圆圆跟秀姨长得真像，看见她就像看见当年的秀姨一样。秀禾，你看，咱们的女儿今天风风光光认祖归宗了。爸爸，今天好热闹呀，好多人，好多好吃的。开心吗？开心，就是有点想妈妈。要是妈妈也能来就好了，穿漂漂亮亮的裙子，坐爸爸旁边。妈妈来了，妈妈在供桌上看着呢，她看见圆圆风风光光的，肯定特别开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爸爸，你也开心点，别总皱眉头。妈妈说皱眉头会变老的。好，爸爸听你的。爸爸，晚安。晚安，圆圆。今天召集所有人过来，只说3件事。第一件，采购部制度整改。从今天起，所有原材料采购必须3家比价，双人签字确认，报价单、质检报告、合同3样齐全才能入库付款。沈厂长，这样流程会不会太慢了？以前都是沈副厂长一句话就定了，现在走流程怕耽误生产进度。耽误进度总比进残次棉纱赔掉客户订单强。以前的旧规矩，从今天起全部作废。谁要是再敢走侯门吃回扣，直接送派出所，厂里绝不姑息。第二件，财务部重新核查近5年所有账目，每一笔收支都要有凭有据，缺道具对不上账的，限3天之内补齐，补不齐的直接追责。明白，沈厂长，我们部门加班加点也会核对清楚。第3件，生产部抓质量，以后每匹布都要贴质检标签，次品率超过3%。车间主任扣当月奖金，次品率控制在1%以内，全员发奖金。放心吧，沈厂长，我们肯定把好质量关，绝不给厂里拖后腿。后续各部门的整改细则，我会整理成正式文件，下午下发到每个科室。大家有疑问可以随时找我沟通，但规矩定了就必须执行，没有例外。沈氏纺织厂是老爷子一辈子的心血。不是某个人的私产，大家好好干，厂里赚钱了，所有人都有好处。要是有人想动歪心思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散会。哥，一下子改这么多，会不会有人抵触？还有沈仲良留下的那些旧布，怕是会暗中搞小动作。抵触也得改。烂摊子不收拾，迟早要垮。长痛不如短痛，他留下的人安分干活的留着，搞事儿的直接清走，不用留情面。跑了一整天，就找着这么几个破工作，要么是搬运工，要么是看仓库，哪是人干的活儿？你以为还是在沈家呢？挑3拣4，有活干就不错。那也不能让你去干苦力啊！你以前可是副厂长，哪能干这种活儿？说出去都丢人。丢人？没钱吃饭才丢人，总不能坐吃山空吧？带出来的钱交了房租就没剩多少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去找找以前的老客户，南边也有几个布庄老板跟你熟，说不定人家愿意帮衬你吧。找什么找？咱们现在是逃出来的，谁敢沾咱们？万一人家报了警，咱们自投罗网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这么耗着吧？舒宁还在沈家，也不知道那孩子过得好不好，会不会受委屈？哭什么哭？等我站稳了脚跟，就想办法把舒宁接出来。明天我再去周边的纺织厂转转，看能不能找个技术员的活，先稳住脚再说。2位小姐，校服放这儿了，明天上学穿，干干净净的，老师都喜欢。赵阿姨，明天真的要去幼儿园吗？会不会有小朋友不喜欢我？怎么会呢？我们圆圆这么懂事，小朋友们肯定都愿意跟你玩。圆圆别怕，我比你大，我保护你。谁要是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。有姐姐在，我就不怕了。姐姐，幼儿园里真的有滑梯和秋千吗？
当然有，还有跷跷盘、小木马，中午还能在小床上睡午觉。老师会教唱歌、画画、做手工，可好玩了。哇，那我有点期待了。我要画一幅画送给老师，老师肯定会喜欢。慢点画，别蹭到衣服上。等会儿会下去吃点心。今天做了南瓜饼，甜丝丝的。知道啦，赵阿姨，画完这一笔就下去。哥，你看这里，5年前有3笔大额支出，走的是原料采购的名目，但对应的仓库入户单对不上，差了整整3万块。又是沈仲良签的字，是，都是沈副厂长亲自批的。当时我们问过，他说是特殊渠道进的便宜货，不用走正规入库，我们也不敢多问。特殊渠道，我看是中饱私囊，把这几笔都标出来，前后5年的，所有对不上账的，全部整理成明细。还有，我们查到沈仲良私下有个账户，这些年陆陆续续转进去不少钱。他跑的时候带走了一部分现金，但账户里还有结余，已经申请冻结了。好，顺着资金线索查，看他把钱都转给了谁，有没有同伙。另外，联系宛城那边的警方，看看能不能查到他的消费记录，锁定位置。明白，我下午就去办。就是宛城太大，城中村又多，藏个人很容易，怕是要费点时间。不急，他带的钱有限，迟早要露头，跑得了一时，跑不了一世。进去吧，听老师的话，跟小朋友好好相处。放学爸爸来接你们。爸爸再见，放学一定要早点来接我。叔叔再见。好。沈圆圆、沈淑宁，来老师这边。慢点走，别摔着。沈厂长，您家2个闺女都这么乖巧，真有福气。谢谢。你就是来应聘技术员的，以前在哪儿干过？以前在省城沈氏纺织厂干过，干了10几年，副厂长，从采购到生产都熟。沈氏没听过。既然你说你懂技术，那我考考你，细纱机断头率高怎么调？行，有点东西，那就留下来试试。试用期1个月，工资先按普通计工算，干得好再加。谢谢王老板，我肯定好好干，不让您失望。别高兴太早，我们厂规矩多，不许偷懒，不许打听闲事，好好干活就行。明天来上班吧。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，先稳住，再慢慢想办法翻身。是我，帮我打听个事儿，家里最近怎么样了？厂子那边查得严不严？爷爷，爸爸，今天老师教我们唱儿歌了，叫小燕子，我唱给你们听好不好？好啊，爷爷听着。圆圆都说我们爱了家，唱得真好，我们圆圆以后能当小歌唱家。爷爷，今天我们大班学了新的生字，我都学会了，晚上我写给您看。好，舒宁也厉害，2个孩子都能干。在幼儿园有没有受委屈？有没有小朋友欺负你们？没有，小朋友们都对我可好了，还给我分糖吃。我把蜡笔分给大家用，大家都愿意跟我玩。我们班同学也很好，老师还让我当班长了呢。真棒！在学校不光要好好学习，也要跟同学好好相处，懂礼貌，守规矩。知道啦，爸爸，我肯定乖乖的，不给爸爸丢脸。怎么样？第1天上班还顺利吗？顺利什么？一个破纺织厂，老板抠得要死，工资给的低，活还累，底下的工人也难管，一个个油滑得很。那也比没活干强啊，先干着总比坐吃山空好。我刚才给省城老周打了个电话，你猜怎么着？沈燕那小子正在全厂查账，把我的人都清走了好几个。那我们以前做的事会不会被查出来？查出来又怎么样？账我都处理过了，没那么容易找到实锤。就是王二柱那个软骨头，有点让人不放心。
王二柱不是躲乡下去了吗？应该没事儿吧？不好说。沈怀瑾那小子鬼得很，顺着藤摸瓜，说不定哪天就找到他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要是王二柱招了，咱们就全完了。实在不行，就想办法让王二柱永远开不了口。这批就是上周刚到的棉纱。是的，昨天刚入库的。报的是1级品，对吧？是。这也叫1级品，比2级品还差。又是沈仲良签了字进的货。是沈副厂长亲自签的合同，对接的供货商也是他找的。这批货款已经付了大半了。真是越来越大胆了。把进货单、合同、质检报告都收好，都是证据。通知供应商，这批货不合格，全部退回，让他们退钱。可是，供货商是沈副厂长的远房亲戚，以前从来没退过货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不合格就必须退，不退就走法律程序。明白，我下午就联系对方。还有个事儿，乡下那边传来消息，王二柱找到了，人还在王家村躲着，没乱跑，先盯着，别打草惊蛇。等把沈仲良的账目都查实了，再一起收网。好，宛城那边也有线索了，沈仲良好像在一家小纺织厂干活，还没最终确认，正在核实身份。不急，等确认了，证据也齐了，再动手，要抓就抓个现行，让他无话可说。圆圆，你说这花什么时候能开呀？老师说晒够太阳，喝够水，很快就开了。等花开了，咱们摘1朵给爷爷，1朵给爸爸，剩下的留给妈妈。好，等花开了，咱们就插在花瓶里，放在客厅，一进门就能看见。2位小姐，该进屋写作业了。太阳晒久了，小心中暑。知道了，赵阿姨，浇完这壶水就回去。圆圆，快点啦！沈先生，确认是王二柱本人，什么时候动手？先别急，等他落单的时候再带过来，别惊动村里人，就在这儿等着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我们是治安所的，有些事儿想找你了解一下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不去，我没犯法。王二柱，6年前红星公社卫生院的事，你忘了？现在沈仲良都自身难保了，你还替他扛着？老沈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以前是不是在省城犯事儿了？王老板，您这是什么话？我好好的能犯什么事儿？刚才有2个穿便装的人过来打听，问有没有一个叫沈仲良的北方人在这儿干活，还拿了照片。我看照片跟你有几分像，就没敢认。王老板，肯定是认错了，我跟人结过点仇，人家故意找我麻烦。不管是不是认错人，我这小庙容不下大佛。你明天别来了，工资我给你结了。王老板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好好干，不给您添麻烦。不行，我这厂子开得好好的，可不想惹上麻烦。你赶紧收拾东西走，别连累我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会写呀？不是，圆圆，我爸爸妈妈是不是出事了？我不知道呀，爷爷和爸爸没说，我都好久没见过爸爸妈妈了。以前他们再忙也会回来陪我吃饭的，现在连个电话都没有。圆圆，你说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？
姐姐，叔叔婶婶肯定是有苦衷，就算他们不在，你还有我呀，还有爸爸和爷爷，我们都喜欢你，都陪着你。真的吗？你们不会嫌弃我吗？当然不会，我们是姐妹呀。姐姐别难过，以后我陪着你，等叔叔婶婶办完事就会回来的。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走？咱们去哪儿啊？万城待不下去了，警察已经找到厂里了，再不走就要被抓了。那我们去哪里？总不能一直逃吧？先去临市躲一阵子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实在不行，就想办法偷偷回省城。回省城？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沈燕青他们肯定盯着呢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，而且我还有一笔钱藏在省城老房子里，得拿回来。没了钱，咱们寸步难行。可是太危险了。危险也得去，总不能一辈子东躲闲藏。等拿到钱，咱们就去更远的地方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前往广州的旅客开始检票了。这批新机器比老车间那批亮堂多了，听说一台能顶老机器3台的产量，以后咱们干活可省力了。可不是嘛，以前那批老机子光保养就得半天，这新的一看就利索，等开起来咱们厂今年的任务提前2个月就能完成。哥，新设备都调试好了，德国进口的，纺出来的布更湿密，次品率能降到0.5%以下。沈厂长，有了这批新设备，咱们产量能翻1倍，质量也能上一个大台阶，外贸订单肯定没问题。好，大家辛苦点，尽快熟悉新设备。第一批外贸订单很重要，咱们得打响名声。放心吧，沈厂长，我们肯定好好干。就是，厂里对咱们好，咱们肯定不给厂里丢脸。这台机器的铅铸时断头率是多少？平均在0.5根左右，完全符合标准。等这批订单交付，咱们厂就能评上省里的优秀企业了。老爷子要是知道了，肯定高兴。一步一步来，稳扎稳打，别辜负了老爷子一辈子的心血。对了，王二柱那边审的怎么样了？都招了。当年威胁顾秀和送假凭证，全是沈仲良指使的，口供、签字、画押都齐了。就是沈仲良那边从汴城跑了，暂时没了踪迹。跑不远，他肯定舍不得省城藏的那笔钱，迟早会回来。盯着他的旧房子和以前的老关系，他一露头就能抓住。这地方能住人吗？脏死了。能躲着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。先凑合一晚，明天我去老房子那边看看情况。你真要去拿那笔钱啊？太危险了，万一沈燕青设了埋伏。小心点就没事。那笔钱是咱们最后的家底了，必须拿到手。钱就在老房子的地板下面，明天我趁天黑过去，拿了就走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那你一定要小心，实在不行就别要了，保命要紧。废话，钱和命我都要。等拿到钱，咱们就南下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这一步必须赌。哥，果然回来了。线人来报，昨天晚上有人看见沈仲良在老房子附近转悠，戴着帽子口罩，捂得很严实。终于舍得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他舍不得那笔钱。要不要现在就动手？老房子周围已经布了人，他一进去就能抓。不急，等他进去拿钱，人赃并获，省得他到了警局还嘴硬。明白？我已经跟警方打过招呼了，都布控好了，跑不了他。另外，注意点家里，别让他狗急跳墙跑到家里来闹，吓到2个孩子。放心吧，家里的安保都加强了，门口后院都加了人，陌生人根本进不来。那就好。孩子是底线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哥哥，天来把爸打了。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今天的比赛主题是我的家，大家用手里的材料做出自己心里家的样子，时间是半个小时。开始。
我的灯笼坏了，妈妈说一张彩纸只能剪一个，剪坏了就没有了。给你，我还有好几张，分你一张没关系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妈妈说东西够用就行，剩下的分给别人。我上次剪坏了3张才学会，你用我的纸再试试，说不定这次就剪好了。这是我的家，有大大的房子，还有爸爸妈妈，我们每天都很开心。我重新剪好灯笼啦，我的家里亮亮的，暖暖的。这是我的家，有爷爷，有爸爸，有姐姐，还有我和小老虎。我们住在一起，每天都很开心。本次手工大赛，小班1等奖是沈圆圆小朋友，大班1等奖是沈舒宁小朋友。没人吧？我总觉得心里发慌。没人，大半夜的，谁会来这破地方？赶紧拿钱，拿了就走。太好了，都在这儿。有了这笔钱，咱们下半辈子都不愁了。沈仲良、宋雅琴，我们等你们很久了，涉嫌职务侵占、伪造证据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可能，你们怎么会知道？我们早就布好局了，就等你们自投罗网。带走。哥，抓到了，人赃并获，跑不了了。好。人抓到了。昨天晚上抓到的，人赃并获，现在关在看守所。唉，好啊，终于抓到了。叔叔，抓到谁了？是不是我爸爸妈妈？舒宁，你爸爸妈妈做错了事，需要接受法律的惩罚。以后你就安心住在家里，跟圆圆一起长大，爷爷和我都会照顾你。姐姐别哭。你满意了？看着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方，你很得意是不是？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争什么，是你自己贪得无厌，一步步走到今天。我贪？沈家的家产凭什么全是你们大房的？我也是沈家的子孙，我拿我应得的一份，有错吗？应得的，你贪墨公款，构陷秀禾母女，害得他们流落在外6年，这也是你应得的。要怪就怪顾秀禾那个女人不识抬举，给她钱她不要，非要死缠着你，坏我的好事。到现在你还不知悔改？悔改？我没什么可悔改的，成王败寇，我输了而已。你放心，所有的证据都齐全了，法院会依法判决。你做过的事一桩一件，都要付出代价。等等，舒宁呢？舒宁怎么样了？你们没为难她吧？舒宁是沈家的孩子，我们会好好照顾她，你不用操心。你好好反省自己的事吧。圆圆，我爸爸妈妈真的是坏人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姐姐不是坏人，不管叔叔婶婶怎么样，姐姐都是我的好姐姐。以后别人会不会笑话我？笑话我爸爸妈妈是犯人？不会的，谁要是笑话你，我就帮你骂回去。爷爷说了，大人的事跟孩子没关系。圆圆，有你真好，给你戴，真好看。姐姐也带一朵。
沈厂长，你们的细棉布手感非常好，密度也够，比我们之前合作的厂家品质还好。陈先生过奖了，沈氏做纺织几十年，这批布用的是新疆长绒棉，加上新设备纺织，次品率极低。我这次过来就是想签3年的长期订单，每年定量采购。价格方面，沈厂长给个实在价，长期合作自然有优惠。具体的报价单，怀金已经准备好，陈先生可以过目。价格很公道，就按这个来，我们签合同，痛快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沈厂长年轻有为，沈氏以后肯定发展的越来越好。以后有机会，我们再拓展更多品类的合作，期待下次合作。怀心，送送陈先生。沈家这一步稳了，证据都齐了，都齐了，口供、物证、账目、证人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他翻不了供。那就好，按法律程序走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，不用留情面。爷爷，法院那边说大概下个月开庭。开庭的时候别让淑宁去，孩子还小，别让他看见那些场面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跟老师打好招呼了。这段时间多照顾照顾淑宁，等判决下来再慢慢跟孩子说。造孽啊！好好的孩子摊上这样的父母，以后咱们多疼疼他，别让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您放心，2个孩子我都一样看待，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是一样的。那就好，沈家的孩子不能受委屈。被告人沈仲良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，数额巨大，又伪造证据陷害他人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被告人宋雅琴参与共同犯罪，系从犯，现在进行法庭宣判。依照相关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沈仲良犯职务侵占罪、伪造证据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；被告人宋雅琴犯职务侵占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第2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起上诉。哥，都结束了。结束了。今天召集大家过来，是为了沈仲良的事。沈仲良贪墨公款，构陷赃亲，逼走秀禾母女，证据确凿，已经被法院判刑8年。按沈家家法，沈仲良、宋雅琴2人逐出族谱，永世不得再入沈家门。他们犯下的罪交由国法审判，沈家绝不姑息。各位有没有意见？没有意见。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不配做沈家人。我也同意。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犯了错就该受罚。同意，都同意。从今往后，沈仲良一脉与沈家再无关系。沈淑宁记在大房名下，是我沈家的孙女，任何人不得非议，理应如此。孩子是无辜的。妈妈，我来看你啦！害你的坏人都被抓住了，他们得到惩罚了，你可以安心了。妈妈，我上幼儿园了，老师夸我画画好，我还拿了手工比赛1等奖。妈妈，姐姐也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姐姐对我可好了，会保护我，会教我写作业。阿姨，我是舒宁，以后我会照顾圆圆的，也会好好孝敬爷爷和叔叔。您放心吧。秀禾，厂子整改的差不多了，接了外贸订单，越来越好。圆圆很乖，懂事又善良，跟你一模一样。以前的事都了断了，害你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你安心吧。以后我会好好带大圆圆，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马兰开花21， 256、257、28、29、31。2位小姐，歇会儿吧，吃点水果。刚切的西瓜甜得很。来啦，谢谢赵阿姨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爸，评下来了，咱们厂评上省级优秀纺织企业了。好啊，好，快给我看看。爸爸好厉害，这个牌子金灿灿的。哇，大海真的是蓝色的，好大呀，比我想象的还大。你看，还有海鸥在天上飞呢。慢点跑，别往深处去。爸，您坐这歇会儿，沙滩软，别累着。哥，我去租2把遮阳伞，再租个沙滩椅，去吧。
爸爸，你看这个贝壳像小扇子一样，最好看。我要把这送给妈妈。妈妈肯定喜欢。爸爸妈妈见过大海吗？见过。妈妈以前说她最喜欢大海了。她说大海很宽，能装下所有的不开心。那妈妈现在肯定也在天上看大海，她看见我们这么开心，肯定也很高兴。秀姨一定看见了，看见我们都很好，看见圆圆健康快乐的长大。圆圆，快过来，这边有小螃蟹，来啦！沈氏纺织厂这些年发展的很好，质量过硬，信誉好，是咱们省的标杆企业。希望以后再接再厉，把品牌打出去，走向全国。多亏了政府的支持，还有全厂员工的努力，以后我们会继续扩大生产，拓展海外市场，让沈氏纺织的牌子走得更远。同时也会提高工人待遇，让大家都能跟着厂子一起变好。爸爸好厉害，叔叔真能干。今天高兴，咱们一家人喝一杯，祝厂子越来越好，孩子们健康长大。祝爸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祝爷爷身体好，祝爸爸工作顺利，祝爷爷和叔叔都好。哥，下半年还有2个外贸展会，咱们要不要参加？参加，多出去看看，多接点订单，把路子走宽一点。你们年轻人拿主意就行，我老了，就等着享清福了。爸，您还年轻着呢，家里有您在，我们心里才踏实。下面颁发本年度省级优秀纺织企业称号，获奖单位是沈氏纺织厂，有请沈燕青厂长上台领奖。年轻有为，好好干，把咱们省的纺织品牌打到全国去。谢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一定努力。哥，恭喜啊！老爷子要是看见这奖牌，肯定高兴坏了。回去给老爷子一个惊喜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全厂上下一起拼出来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一步迈出去，咱们厂就算是站稳脚跟了。好啊，好。我年轻的时候就想评上这个奖，没想到在你手里实现了。都是您底子打得好，我只是接过来，往前多走了一步。爸爸好厉害，这个牌子金灿灿的，像金子一样。以后圆圆好好读书，长大了也拿大奖。我以后也要像爸爸一样厉害。咱们沈家算是越来越好了，你妈妈要是看见，肯定也高兴。她肯定能看见。爷爷，这个窗花贴左边好不好？好，贴左边对称，慢点贴，别撕坏了。爷爷，我贴右边这个，您看正不正？正好，2个孩子手都巧。爸，年货都买回来了，孩子们的新衣服也做好了，年30穿。好，今年家里人多热闹。爸爸，年30真的会放烟花吗？真的，买了好多烟花，晚上吃完饭，咱们在院子里放。太好了，我最喜欢看烟花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转眼你都当爹了，厂子也撑起来了。是啊，想想以前，好像就在昨天。秀禾那姑娘是个好孩子，是我们沈家对不起她。都过去了，现在圆圆好好的，厂子好好的，也算是告慰她了。以后每年清明都带圆圆去看看她，跟她说说家里的事儿，说说圆圆的事。我知道。不说这些了，过年了，该高兴点儿。今年家里热热闹闹的，比什么都强。以后年年都这样。今天大年30，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，比什么都强。新的一年，大家都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爷爷新年快乐，爸爸新年快乐，姐姐新年快乐，爷爷新年快乐，叔叔新年快乐。好，都快乐。来，动筷子吃菜。哇！爸爸，你看那朵最大，像太阳花一样。像太阳花一样好看。
燕青。爸爸今天好开心啊！开心就好，以后年年都这么开心。爸爸妈妈今天是不是也来看烟花了？妈妈在天上看着呢，她看见圆圆这么开心，她也开心。爸爸，我觉得妈妈一直都在，就在我身边，陪着我长大。爸爸晚安。晚安，圆圆。大年初一，爷爷新年好，爸爸新年好，叔叔新年好，爷爷新年好，叔叔新年好。好，好，两个宝贝孙女都好。来，红包，一人一个，岁岁平安，健健康康，新年快乐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开心。新年快乐，叔叔也有红包。谢谢。老爷子、燕青少爷、怀瑾少爷，饺子好了，上桌吃饺子吧。好，吃饺子，今天都多吃点儿，来年团团圆圆，顺顺利利。老爷子坐中间，少爷们站两边，两个孩子蹲前面。哎，对，笑一笑，看镜头。来，都笑一笑。 1、2、3，茄子！我要看看，我要看看，真好看！我要放一张在枕头边，每天都能看到。我也要放一张在书桌上。多洗几张，每个房间都放一张，一家人整整齐齐的，比什么都强。